那为什么人民币持续贬值呢？最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下跌，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6.3人民币，到现在跌到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就在昨晚，外汇市场上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跌过整数关口期，这意味着时隔2年多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返7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家里有要出国的留学生的话，或者是从事外贸工作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将大大提高出国和交易的成本，也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有小伙伴说，感觉对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影响，不影响我1个月3000工资。确实，对你工资没啥影响，但影响你的购买力。简单说，原来3000块能买的东西现在买不到了。今年下半年美联储持续加息，而咱们国家在降息，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下跌了，无数热钱纷纷回流美国，但全球经贸活动对美元的结算需求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美元变得更金贵。在这一轮美元加息中，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贬值的，不光是人民币，和别人家比，咱们还算是温和的了。人民币只是跌到了2020年2年前的位置。知道欧元跌到哪了吗？2002年跌到了20年前的位置。那么英镑呢？跌到了1985年37年前的位置。而日元呢？跌到了1998年24年前的位置。一句话，美元涨到了2002年的高位，20年新高。可是，人民币只不过在2年前的位置，而相对其他货币，人民币都在升值。单看人民币对除美元之外的货币汇率看，基本也是这个样子。当然，美元潮汐就这样，属于收水周期的吸星大法。这几十年美元游戏一直都是这样，你看不惯我，但是又干不掉我的循环。有人就问了，那人民币贬值不值钱了，为啥国家还不出手治一治呢？还是那个简单的公式，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消费和投资都拉不动了，出口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而适度贬值可以促进出口，因为国外买我们东西更便宜了，国内出口的货物在国际市场上就更有竞争力。但是大幅贬值会抬升原料通胀，从这些年走势来看，7大概是个可以容忍的临界值。而且，汇率这个事，你只看短期变动没什么意义。如果你把事情拉长，以月为单位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近10年我们国家的汇率一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箱体中震荡。2014年以来，人民币有过3次大跌。2015年那一波大跌的主要原因是央行汇改导致资金外流。2018年那一波大跌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战。2022年这一波大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加息。大跌3次之后，汇率还是在原地打转，每次跌下去又都涨回来了。最简单的情况，在美元目前贬值的情况下，例如你现在有一笔美金，如果你准备留在美国，那无所谓汇率的问题。当然，如果汇率波动太大，像阿根廷、泰国那种也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希望离开美国，那你选择中有2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商品价格，一个是投资机会。对于商品价格来说，如果换成升了值的欧元，能换到的数量显然比原来少。但欧元区的商品价格，如果是欧元区本身生产的，并不会随着汇率高了而价格低。
如果是其他地方如美元区进口的，按欧元是价格低了，但按美元算至少没变。所以这样一来，同样的美元资本在币值上涨的欧元区，相对于变高的商品价格就缩水了。其次，欧元汇率高了以后，出口的压力就大增，而现在都是世界市场，出口一成问题，值得投资的机会将大减。这样一来，无论从商品价格还是投资机会，从美元流入升值以后的欧元区都是不合算的。而与相对美元汇率不变的人民币区，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因此美元资本流入人民币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这也是目前的实际趋势。而对于美国来说，人民币也像欧元一样升值，则美元资本的流走将被抑制。但人民币不升值，美元资本就有一个不用等解套就可以逃走的机会。虽然和欧元相比，换成人民币好像也是贬值了，但货币只有在商品价格和投资机会中才有意义，而这在人民币中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相对人民币区的商品价格，美元换成汇率不变的人民币后并没有贬值。另外，人民币区的投资机会也会相应增加，这样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资本就构造了一个吸引作用。而资本流入对美国经济是最关键的，一旦目前出现的负资本流入延续，美国经济有崩溃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那个访华教授把人民币不升值看成是一个爆炸性的全球事件的最重要原因。对于欧元区来说，人民币不升值对其商品的竞争力产生极大影响，从而影响其投资机会，最终也会影响其资本的流入。所以给欧元制造一些投资机会，安抚一下他们是比较好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竞争从根本上就是资本的竞争。只要人民币不升值，在全球资本竞争中就处于无人能比的位置，最终击垮美国的可能极大。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预言，就是在这次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反弹结束后，美元区的资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这是一个最快1-2年就会出现的趋势。中国目前一定要加快金融资本体系的建设，把池子挖深一点。当那趋势全面到来的时候，能够尽量多的吸进美元资本，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真正的吸星大法。不管是否看过金庸小说的人，大概都能明白。所以说，中国的贬值目前看还是可控有序的。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美联储加息、美元指数走强、中美贸易摩擦等，导致非美元货币普遍贬值。内部因素包括央行降准、流动性宽松、经济增速放缓等，导致人民币供求关系变化123。